这里就是蒋校长做梦都想回来的地方，也是南京旅游的必打卡地之一——南京总统府。大家好，我是南希，今天也是我到南京旅游打卡第一站——南京总统府。刚到门口，总统府外围就来了不少游客。据说总统府人流最多的时候，一天可达到6500人。总统府门口还有不少靠讲解赚钱的人。南京旅游学院毕业，想了给人家对人家20、30，小店那边40块钱一个人。南京旅游学院毕业了，马上就走。你几个啊？40块钱啊，不一样了呀。爱马仕、法拉利，来导游讲解，知道吗？爱马仕，来谁带的讲解？来，没带的到这儿来。讲解来准备什么吧？喂，中间还第一次嘛？是。国家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办公地。1997年之前，这个地方都是无井把守的，我们都来不了的，只能到旁边的西花园。需要听个讲解吗？导游讲解。我去问了下，一个人收费40元，5个人就可以成团。不过我还是选择了自己进去逛逛。总统府占地9万个平方，眼前的这里就是总统府的大门。总统府的城门楼是1929年蒋介石下令修建的，上面当时有4个字：国民政府。1948年5月20号，蒋校长在这里宣誓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改名为总统府。这3个金灿灿的大字总统府是当年内政部部长周中岳老先生所提的，蒋介石当时还给了他3000块大洋的润笔费，真的可谓是一字千金了。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总统府，撤下了国民党的国旗，换上了鲜艳的5星红旗。总统府的门票是35元每人，凭身份证就可以扫码进去，检票进入总统府。里面人山人海，游客非常多。南京总统府大堂门楣上悬着孙中山手写的“天下为公”匾额。天下为公4字出自《礼记·礼运》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意指理想的社会状态，即社会公平正义，人人平等。这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个人理念，也是他政治追求的体现。在“天下为公”匾额下方的报厦内墙壁上，有天国风云、社稷两江、共和肇始、国府西迁、国共和谈和血缘曙光等6幅大尺寸油画。这些油画选取了6个历史节点，反映了总统府的不同时期的历史。这里在600年前是陈友谅的儿子陈理的归德侯府，而到清朝时期是两江总督署，走了80多人，98任殿两江总督。这幅油画就是太平天国核心人物，左边第2位就是洪秀全。1853年，这里成为了太平天国的天王府，而这座大堂就是洪秀全上朝的金龙殿。据说当年洪秀全死后，就葬在了大堂的下方，结果被曾国荃刨出来扔到前面，暴晒3天，浇上火油给化成了灰。后来还不解恨，一炮打进了长江，挫骨扬灰了。天王府也付之一去，10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现在这些建筑是1870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主持重修的。为什么上来？穿过大堂，这里就是2堂，而旁边还有一个大礼堂，这里是民国政要们开会和举行重大外活动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前面就是总统府的会客厅。
这个台阶挺特别的，一撇一捺，刚好形成一个八字，中间有5个台阶，象征着欢迎五湖四方宾朋的意思。它是1917年由冯巩的曾祖父冯国璋所修的，在这左右手两边分别是当时都中西会客室，西边这间当时是接待外宾的地方，这里都是用的皮沙发，墙上挂的是油画，而东边这间色接待内宾的地方做的是布沙发，中间的蜡像也十分逼真。它反映的是1948年蒋介石夫妇和李宗仁夫妇谈话的场景。这个就是1948年5月国民党总统竞选之后，总统和夫人在这里庆祝这个左边光头呢就是蒋介石然后穿红衣服的叫林永秋是行政院长陆文浩的夫人社会活动家不是宋庆龄白衣服的是宋美龄总统夫人她也是世界上拥有旗袍最多的女人穿蓝衣服的叫胡德田副总统夫人是有点不让进，但是可以拍。这里呢是接见这个各国大使这个什么英国大使游客边走边看，不要停留。我要拿走。中轴线走到这里，看到一道红色的大门，门前有一对狮子，这形象有点像麒麟，所以这个也叫麒麟门。很多游客都喜欢来这里摸一下这个麒麟，麒麟的面上都有点包浆了。这里也是隔绝前朝后寝的一个地方，而民国时期，据说是只有蒋校长来了，中门才会打开，其他人都得从旁边绕行。这个门平时是关着的，工作人员从前面到后面要从两边绕过去，这个门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可以走来这边。好，来这边走，我们来看一下。做火箭一样成为名副其实的所以这边的就是当时国民政府党政军的当时所有的全家都在这边所以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总统府的办公大楼，来这边走一走看一遍讲得好，学了。谢谢。好，来这边有中奖。压扁了。你要看。前面的这栋楼就是当年的总统府办公楼了。1934年由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修建的。这个房子中间高，两边低，刚好像一个森林的森字。而楼下还有2棵林森亲自栽种的雪松，双木为林，楼和树刚好组成了他的名字，叫林森。林森字子超，1943年在重庆出车祸身亡，后来为了纪念他，这个楼就取名叫子超楼。不过东边的这棵树死掉了，而今只剩下一个树墩了。这个国民政府办公楼，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子超楼。
这楼是民国时期建的，一共5层，1楼是大堂，当年官员们上班打卡、接待访客都在这儿。2楼是各个部门的办公室。不简单，用了全国穷的方式叮当。还有沙发。还有沙发。蒋校长的办公室也在其中，这间就是蒋校长的总统办公室，墙上还有他的戎装半身像，桌上摆着曾文正公全集，因为他十分敬佩曾国藩，后来还一直按照曾国藩的家训教育蒋家后人。桌上还放着一个台历，日期停留在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南京解放的前一天。讲解员说，那天早上蒋介石还在这儿召开会议，下午就离开了南京，从此这座楼就换了主人。很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办公桌是斜着摆放的？有人说是蒋校长相信风水，也有人说他生性多疑，多次遭遇行刺，背对墙角更有安全感，还人说他就是为了监视。斜对面的副总统李宗仁，其实老蒋和老李不对付，李宗仁一般都是在副后岗的官邸办公的，几乎不来总统府。蒋校长的对面还有一部电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奥迪斯电梯，现在还能够运行。这个地方是用指针显示楼层的，相当于现在的 LED 屏，当年只有蒋校长、李宗仁和林森才能使用的。但是这个电梯速度毕竟慢，爬个楼梯也就20秒时间，所以这个电梯蒋校长也很少坐。除了这些办公的地方，总统府里还有个特别舒服的角落——西花园。这儿跟前面的严肃就完全不一样，有假山，有池塘，有亭子，水里还游着红鲤鱼，岸边的柳树垂到水面上，风一吹，枝条就跟着晃。听说这个花园在清代就有了，当年总督没事的时候就来这儿散步下棋。我找了个石凳坐下来，看着池塘里的荷叶，听着远处游客的笑声，突然觉得特别放松。原来不管是100多年前的官员，还是现在的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能让人静下心来的地方。30分钟。此门为新院入口，解除黎明，渐渐配合。这就是我说的那198，191。被你说感觉是。给我拿一个，这种拿一个，这种松。哎，这个对吧？行。来，给你。走。哪里啊？扫这。没有这样抢要的。这
墨迹，你看。今天那个那啥，今天来检查，他4点多钟来打扫卫生，跟我们讲有些东西不让把名字写出来，给你展示一下子啊。走了，皮皮。右转。